通常在6点半起床，刷牙洗脸之后，会先叫小孩起床准备，送他们出门上学之后，就是我的运动时间。天气好的话，会去慢跑；下雨的话，就会在家做瑜伽。接着泡咖啡吃早餐，我会边吃早餐边写今日的工作行程。大约9点30会开始工作，像是剪辑影片、拍摄、回信等。我是 Colly， 慢活让我学会享受当下，把人生过成自己想看的电影。花家到你家，今天来到 Colly 位于新店的家，一起来看看身兼双宝妈以及自媒体工作者的她，如何从零开始打造出简约的生活环境，顺手感收纳又如何规划呢？就像你，就像我，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分享他的独特故事，期待也能引起你的共鸣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请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 Colly， 我和我的先生还有2个孩子住在这个29平的北欧宅，也因为2年前买下了这间新成屋，让我有机会从零开始规划这个空间。那我自己很喜欢极简主义的风格，那我也有艺术相关的背景，希望能透过简约生活的实践来把家里打造一个舒适又有质感，能够分享故事的创作空间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风格，对于居家布置、顺手感收纳、好物分享这类型的内容有兴趣，可以追踪我的 IG Colly 简约生活和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好的，很高兴今天来到 Colly 家。一进门就是好清爽的玄关，请 Colly 帮我们介绍一下玄关区。这是我们家的玄关，这2侧呢是放大人的鞋子，这个是我特别定制的浅抽屉。我因为常常忘东忘西，就一格一物的方式可以去收纳我要的东西，像钥匙啦、钱包、皮包等等之类的。然后我把它设定成为跟我一样的身高，所以我就不需要弯腰去找任何东西。下面的地方我是收纳像是小朋友的安全帽、雨伞，还有一些购物袋。那我就会把我常需要用到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出门就不会手忙脚乱。这个是我们特别定制的延伸台面，就当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购物的东西，还有包包。那这边呢，我特别做了一个3层的层板，可以放置包包，它可以2侧，左边、右边都可以。然后中间的话，你从这个地方看过来，就也不显得太乱。然后这边我们是定制了小朋友的鞋柜，依他的身高去做调整，就会比较方便拿取。Colly家的玄关收纳超整齐，大大小小的东西都有专属位置，不管是回家归位或赶着出门，都不怕手忙脚乱。特别是这个延伸台面，真的是超实用的设计。玄关旁边是 Colly家的餐厅，非常的清爽整齐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是我们家的餐厅。当初我们在设计这个柜子的时候呢，希望结合3个功能。第一个就是有文件类的，还有书籍跟生活用品类。最特别的是这个垃圾桶是我们定制的，下面我们有放滚轮，当你拉出来的时候，反过来就会跟旁边的门片长得一模一样。这个 idea 是我从日本的节目上面看来的。这个垃圾桶隐身术太厉害了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另一边的收纳柜吧。吧台这边我规划了一个茶水区，就我们家4个人呢，需要拿水的时候呢，就不会全部挤在一起，所以我这边放了常温水，还有热水。下面的抽屉呢，我也特别规划了，放了杯子，还有茶包以及咖啡，所以当我在拿取的时候呢，一个定点就可以完成一个动作。也因为跟餐厅离得很近，所以小孩子坐在椅子上，转过身来就可以直接拿餐具可以使用，所以也蛮方便的。这个吊柜的后面呢，刚好是浴室，我们就在这边摆放一些生活用品，像是卫生纸啦、湿纸巾，还有女性用品等等，这样一眼就可以看过去，知道需要补充什么东西。然后也比较好收纳拿取。依据生活动线规划收纳位置，就能让物品好收又好拿，轻松维持整齐的状态。接下来请 Colly 帮我们介绍一下厨房区。白色是我们家主要厨房的色调，这一边呢是建商当初附赠给我们的餐具，而另外一边呢是我们把墙面敲掉。我希望可以把冰箱、电器柜、还有收纳柜和食物柜、工作台统一在一个地方，减少来回的走动。我的厨房收纳大原则是将台面净空，只放必要的东西，其余的东西呢都放在柜子里和抽屉里。这样子呢，打扫起来不止很轻松，也不容易积灰尘。电器柜、食材及收纳柜依据动线统整规划，顺手改收纳就是这样打造出来的哟。抽屉收纳我是使用无印良品的收纳盒来做分类，
一打开来就可以清楚地看见物品，不用翻找。如果是比较深的抽屉，我会搭配无印良品的档案盒来分隔，直立式收纳保鲜盒。旁边的机灵空间则是用宜得利的载藏型的收纳盒。碗盘锅具是分上下2层分层收纳，上面是碗盘，我会依照大小分区做堆叠，每一款的大小数量不超过5个，颜色尽量挑选浅色系的。下面是锅具，使用的是宜得利的锅具收纳架和分层夹，锅盖我会统一集中在收纳盒里。厨房抽屉也应用一格一物的收纳法。Connie 说，不同品牌的收纳盒，只要都买白色的，视觉上就会很整齐。家里会定期断舍离吗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极简的看法吗？我没有特别在做断舍离或是执行简约生活，但我大学是读当代艺术的，确实有受极简主义的一些影响。对我来说，简约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，它更像是常年积累的生活美学，不用刻意去表现极简或者是断舍离。因为家里东西一多，我就很想要丢东西。Connie 说，有了孩子之后，更觉得人生不需要过多物品，够用就好。对于买房及看房的经验， Connie 也有一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。其实迈入家庭之后，有了孩子，我才开始对于投资理财有所认识，意识到我需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。所以我在2019年的时候呢，就开始我的看房之旅。其实就是多看多比较，然后锁定特定的区域，看久了你就会慢慢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，然后你需要怎么去做一个妥协。梦想中的家需要慢慢寻找。Connie 说，勇敢买房，从零开始打造自己的家是很幸福的事。接着，我们一起来看看 Connie 家的浴室收纳。我们家的卫浴是采悬空收纳，像是这边我是使用 3M 的三角置物架，它是放大人的沐浴乳。然后这边呢是符合小孩身高的。镜柜最下层呢是我最常使用的保养品。这个透明的收纳盒呢，它的抽屉还有移动式的隔板，可以放化妆棉，还有棉花棒等等。上面的呢是我使用无印良品的档案盒，里面摆放的是洗脸机还有理发器。下方柜子是放沐浴备品和吹风机，用的是宜得利的白色收纳盒，简洁又实用。活动式的收纳架能依照小孩的身高来安装，长高了还可以拆掉重装，是很值得推荐的好物哦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 Connie 一家4口的衣物收纳吧。我们家的衣物收纳呢是以抽屉为主，吊挂的衣服比较少。另外呢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外露的梁，所以为了弱化这个梁呢，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开放式的柜子。那这边有做了拉抽的设计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包包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，就方便拿取。我们家小孩的衣物呢，也是采用直立式的收纳，像是我会使用这个 IKEA 的衣物收纳盒，这个呢是大创买的分类夹，可以放在中间做分类，像这样子，小孩子就比较好拿取，也很好看。像这个有不同的尺寸。梁柱下方规划收纳柜，伸出的东西更好拿了。挖边发现 Connie 家还有一个神秘的小房间，一起去看看。拉门的后面是我们家的污衣区，因为我们家一共有4个成员，所以如果全部都把污衣区放在玄关的话，会非常的拥挤。那这是我们自己客制的角缸，上层呢是放大人的衣服，下层呢是放小孩子的。我也同时把洗衣篮放在这个里面，衣服脱下来就可以直接去洗澡了。原来这里是污衣区，开放式角缸衣架收纳量充足，因为在浴室旁边，换衣洗澡动线超顺畅。很喜欢 Connie 精挑细选的好物，请问 Connie 有哪些选物想推荐给挖家的观众呢？ 3M 无痕收纳系列，我自己喜欢高弹性度的收纳，会随着孩子的成长以及他们兴趣的改变，可以随性的调整他们的高度以及位置，将物品悬空吊起来，收纳的空间可以更节省，以及方便清洁。无印良品聚乙烯收纳盒，我也买过很多便宜的款式，但大多都不太耐用，不是材质太薄，就是做工太粗糙。无印良品的材质坚固，尺寸和种类多样，可以用得更久，长远来说也是一种投资。感谢 Connie 好物推荐。最后，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从 Connie 创作的内容可以看出你对慢活的向往，可以分享看看你的想法吗？我其实是一位比较急躁又有点高敏感的人，所以加上我自己又是经营自媒体，为了可以长期经营，让自己的身心比较能平衡，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些比较缓慢的内容。那也是借由拍摄影片，然后我自己也边实践边学习慢生活的方式。我想做久了应该
就会内化到我的真实生活里面。那最后我想分享我在江振诚的《工作美学》这本书上提到的一段话：我们没有办法让时间变快、变慢或是变多，但是可以决定时间的质感。透过专注、刻意放慢，学会享受过程的当下，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加的从容、自在且快乐。放慢生活步调，享受当下，能让生活更有温度。感谢康里今天超棒的分享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你还想看我们开箱谁的家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。还没看上一集的人，记得点击右上角资讯卡。挖家到你家是一个常态征稿的单元，欢迎大家点选资讯栏里面的连结报名。不管你是收纳、极简或是 DIY 达人，都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。期待下次到你家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最后记得锁定挖家，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